大家早安，我是你们的手养治疗师谢光。然后这集很特别呢，我们很久没有做找谢老师的这个系列了。很多我们的朋友来渔光部落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准备钓花枝软丝这个东西。毕竟澎湖就是有水就有花软的地方嘛。假如是中高手的话，其实就不太需要看了。这一集是做给很新手的新手看的。我们会一样一样介绍，从钓竿准备了木虾的颜色，然后准备了配备，从头到尾整个讲解一次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竿子。你们假如来澎湖的话，可以适合用这种其实就是比较专门钓软丝的软丝竿。这个是 WeFast 的软丝竿，然后它是2P 的。2P 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再加这样子一节把它插上去。然后这个比较通用的就是86这个长度。这个长度是够长，让你好抛头，然后好起鱼的这个长度。然后最近呢，我都是在用一把5节竿，这一把是 Yamagami 的海军系列5节竿。为什么我会特别拿这把来介绍呢？因为这种竿子就是很适合大家来澎湖使用的。怎么说呢？它不是专业钓软丝的软丝竿，它算是通用竿。它是5节，所以它一节收起来之后这样，所以那你在坐飞机的时候，你很方便携带，你就是一节，然后收起来之后放在行李箱，你就可以把它准备带过来。钓黑鲷很适合用的，然后钓软丝呢，其实也可以，只是它的钓性比较不像软丝竿，它属于比较软的钓性。对，这种钓性在秋天的时候钓会比较适合，而到春天的时候，我们钓大型的花软的时候，它的中度就会比较吃到后面一点。可是它很通用，你要钓根钓，你要钓黑蛤，你要钓带妹、钓石斑，这2种钓竿都可以做使用。所以钓竿的话，大家就是选择8尺到8尺6这个长度会是最适合的。再来，我们要介绍卷线器，这一颗是Shimano Vanquish C3000型的，在钓花软最适合的卷线器的型号就是2500到3000型，这个区间是最刚好的。因为你要晃饵的话，这个比较轻手，你只要太大颗4000型、5000型就太大颗，你的手腕造成的负担会比较大，所以建议是在2500型到3000型左右。双手把的话就是看个人，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钓花软要用双手把，其实不用，单把也可以。对我来说，双把的好处是晚上我们在钓的时候，我们在抄竿，我们有时候放下来，然后因为晚上看不到嘛，我们随时去抓手把会比较好抓，这个是最大的优点。那至于什么平衡不平衡的话，其实现在卷线器都做得非常好，它单把它也可以转起来很平衡，这个是卷线器的部分。然后我们直接讲线。线的话，其他地方有人会建议说用什么0.4号、用0.6号比较细的线，在澎湖我个人比较建议是用0.8号，不要再低，也不要太高。对，0.6的话，你只要钓一些石斑什么的话，它就会太细。用0.8的话，你去钓就会比较通用，所以建议是用0.8。前导线的部分，我建议是用2号，不要用低于2号以下的。有人会用1.75号，有人会用什么1号，那个真的都太细了。因为我们在钓的花枝软丝是，不是可能只有半斤，可能我们的体型有时候到春天会是2-3公斤的那种体型。那种体型，你只要用细线的话，你可能一打到，然后冲就断掉了。我建议至少用2号，甚至到3号都还可以，可是也建议不要超过3号，所以建议是2号到3号之间是最刚好的。然后连结的话，我们是用 FG 结最刚好，因为你在抛头上的话比较不会卡顿。至于 FG 结要怎么绑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其他人影片，对他们都有教学。我的木虾包里面一定都会有一个钓具盒，然后里面会有什么呢？最重要的就是别针。你们只要有一个别针，别针的号数大概是在0号左右就可以，00号到1号之间都可以做使用。我们下一步就是介绍我们需要的配件。刚刚有说到别针嘛，然后再来就是一支路亚钳，然后再来就是捞网。澎湖使用的捞网，我比较建议是在4米到5米这区间。有人会用5米，有人会用4米。4米的话，你在干草底的话，可能有一些场会比较不适合用。可它优点是它收起来可能比较小、比较轻一点，所以你们就是看自己家里有没有4米到5米区间的，这个都可以做使用。然后假如说你只钓渔港的话，你用那个木虾戳，或者是用捞网，2个都可以做使用。然后这个是12公升的，也可以放机车前面放上去刚刚好。这个冰箱里面1罐水，2罐结冰水。这个是10号的夹链袋。我们讲到冬天一点，天开始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到可能到11号的袋子。这种夹链袋到处都买得到。然后我们在钓到花软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这样直接把它这样丢上去就好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袋子转过来之后，你们这样可以去抓你们的软丝。比如说你放在这边，你洗好了，就这样套着，抓住之后把它反过来，把它放进来。这样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到我的冰箱里面。这种冰箱你大概可以持续放个
3、4个小时都没有什么问题，甚至你放到6个小时，对，然后假如说6个小时钓完之后，再把它拿去冷冻柜冰就可以了。好，最后我们要讲木虾。你们可以看木虾上面有写3.5号，这个就是尺寸的意思。然后有3.5号，有4号，甚至有小一点的3号。因为看这尺寸大小差很多，我会建议大家至少用3号，可是建议全部都用3.5号以上，因为软丝它会依据猎物的体型，它去攻击。例如说，我现在体型有这么大，它会去攻击大的木虾；可是我现在体型只有这么小，它就不敢攻击大的木虾。对，所以用3.5号，你可以去散掉非常多的小软丝，所以建议大家是用3.5号，在秋天到冬天这个季节，然后到春天2月以后呢，大家就可以准备4号的木虾。再来，我们要讲到木虾颜色的选择，然后颜色的选择在花卵上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，不是说你只要一只橘色、一只粉色，你就可以打天下的。90%的软丝可能都会吃粉红色好了。可是那10%的是不会吃粉红色，所以我们在钓花卵的时候，我们的木虾会一直更换，有时候用这个颜色，有时候用这个颜色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怎么选木虾的颜色，那我们就把它分成白天跟晚上。好，白天的话，我自己的话，我会选择紫色。紫色是我钓花卵里面中过最多的颜色，对，不是大家泛用的粉红色或橘色。对，我最常用的是紫色，对，紫色在白天跟晚上你去做使用，其实效果都非常的好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我的经验分享是这样子。然后再来，粉色还有橘色是用最少，可是这2个颜色大家的反应是最好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准备一下橘色的，还有粉红色的。白天做使用的话，我个人觉得除了紫色最好的话是绿色跟蓝色，这是白天做使用。然后因为每一个渔港还有每一天的天气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个只能做参考用。再来讲晚上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哦。晚上的时候，绿色我觉得效果没有很好，可是蓝色还不错。然后最常用的还是一样紫色，紫色在晚上的效果也非常好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晚上在做使用的话，橘色会比白天来的好用，这是我的经验。对，然后钓花枝软丝还是有点略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在使用上的时候，你可能在使用橘色的时候，钓软丝的效果会不错，有时候钓到花枝的效果会不错。最常用的颜色都分享给大家，大小讲完了，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木虾的沉速，下沉的速度，这个是很多人没有特别去讲的。可是木虾的下沉速度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比颜色来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你有一些木虾，你只要沉不到你想要的地方的话，你是不可能钓到花枝，然后软丝也不一定会钓到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下，像Shimano这个，它上面就有写说3.5号，3.7秒1米，就是它下沉的时候，你要花3.7秒，它才会成1米，3.7秒乘1米。所以你这时候你只要在这个钓场，你只要预计它是4米的话，你大概就要放几秒钟，你们就会知道。然后像是这一只比较特别，这只2秒就乘1米下去，所以我们在搜寻比较深的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这种大千块的2秒1米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个是原本铅我把它修剪掉了，然后我预测这只木虾大概8秒才乘1米，所以我们在一些很浅的浅场，可能只有1、2米的地方，1、2米的地方有大只的软丝，我就会用这个，因为它下沉速度非常的慢。软丝大只，它在攻击的时候，它会很犹豫。你假如说用那种2秒1米，你一下就到底，它就跑走。所以，只要在空中飘很久，滞留越久，它就会越有兴趣。然后它可能想要攻击的时候，你再跳它，你还很慢速的在沉的话，大只的软丝有可能就会去攻击。对，所以我们有3种层数。那至于澎湖最适合用的是什么呢？3秒1米是最常用的，你可以去变动。然后，假如说你想要钓比较浅场的话，你们可以建议用到6秒1米左右的。然后你们可以自行的修签。至于修签的技巧的话，因为修签的技巧又是蛮深的，我们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来讲一个修签的这个部分。木虾都讲完了，然后杆子那些都讲完了，我们就来实际钓钓看。那花软要怎么晃饵比较有机会中呢？好，那我们就实地演练哦。丢湖啊，丢沙湖嘞！呜呼呼呼！哎呦，哎呦 ，OK 吗？水了 ，OK 嘞！呜呼！哎，蛮大的哦。哎，老王，老王，感觉里面比较有料哎，不错哦。哼。
还有演员在帮你拍摄啊，有料，不错，蛮大只的大概6、7只，1斤啊，1台斤，1斤1斤，大 OK， 不错，哇，好漂亮哦 ，OK 就是漂亮，周边吗？周边啊。这么漂亮，好 ，OK， 我们要开始钓了。在开始钓之前呢，帮我珍珠三兄弟。什么意思？珍珠三兄弟是哪里来的？看到螃蟹三兄弟。怎么在自己频道置入别人啊？没有，怎么他刚一开始讲，加珍珠，顺便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什么东西？哦，这只。我靠，超大！那一只有拍得到50吗？处理起来。记录了，好了，来，我们认真拍，然后来，我们看被大我给影响了啊，澎湖的被珍珠三兄弟影响。对，我们要认真开始钓鱼之前，我们要准备的东西，刚刚这些东西之外的话，再来就其他的就是个人需求的帽子，个人需求啦，因为我还是需要遮阳嘛，然后偏光镜要记得要偏光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钓的时候会看到卵丝在后面跟，然后没有攻击的，这时候偏光镜就很重要。对，然后杆子、木虾我们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再来往下，这个腰挂式的救生衣，救生衣也可以准备一下。对，然后这个都是很看个人的，有一些人就是游泳健将，他们可能就比较不需要，可是我们还是建议带着。然后鞋子的话呢，在渔港里面穿这个鞋子就好，穿这个鞋子不一定会比那个防滑鞋来的不止滑，其实这个非常的止滑。对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要开始钓。我现在选择一个3.5寸的木虾，然后是蓝色，蓝色配蓝色，我只是单纯觉得漂亮。好，抛头出去，先别盖起来。摆一下姿势，这个你还标配。我看到了，我刚才发呆，摆一个看别人看到会觉得他很帅的姿势。对，没有，我只是看到阿北刚装了一个塑胶袋，然后里面还装了一只鱼。好 ，OK， 那丢出去之后呢，我们先别盖起来，脚站好，然后我们等它落下。然后落下的话，我们要怎么看呢？你现在看到线没有再继续移动的话，那就是到底。在白天钓的话，我们还是会追求到底为主。然后到底了，收线，然后再来就晃饵。不要看大家好像都晃得很浮夸，什么多厉害。其实刚开始我们在那钓的话，很容易造成手腕的受伤。所以其实我建议，刚开始到底之后。卷线器把它卷到上面之后，往上跳一下，这里可以抵住，然后卷，跳一下，卷，跳一下，跳2到3下就好，最基本的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把支线收好，让你的竿尾跟你的木虾大概这样子斜斜的，不要完全直的，也不要完全90度，对，大概是45度吧，这个角度45度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你的花卵在攻击的时候，你会马上感觉到你的花卵来咬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抛头出去，抛头出去之后，摆一个帅气的姿势，线被盖起来，收至线，让你的线跟木虾成为45度，这样子去落下。然后现在你的木虾一定要一直下沉，所以你的线会一直被拉扯出去，会慢慢的拉扯，一直拉扯出去，那个就是还在落下。然后钓花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：你在跳动的时候是吸引它注意，你在收线落下的时候才是它攻击的时候。对，几乎没有人，当然还是有，可是少部分。我们想大部分的话，很少人是在抽突然摇走的，那跟钓鱼完全不一样，它只吃落下。对，然后收完线，让它慢慢滑，让它一直滑，慢慢的45度角。一直落下到底部，然后白天的话，攻击都是放在底部，那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高一点。好，再来就是线绷紧，去感受它有没有拉扯。刚刚是紧绷的，突然松掉，它是飘来飘去，有没有？饵已经到底，这时候收至线，抬竿，然后晃3下就可以了，然后继续收至线，把它绷紧，这样子反复动作。可是刚刚有一个很重点的，我刚到底之后呢，我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先抬竿。抬竿有很重要的目的性。你假如说你的底部有石头，你现在牵住的话，你卡住石头的话，你再抬竿去感受它，可以再让它抖掉。那你假如说你一开始到底你确定到底你就开枪的话，钩直接勾进去，你就会比较难解钩。对，所以第一个动作反复一次，抬竿，确定没问题，抽，
3下就好，3下收支线，那继续落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木箱，因为澎湖的水很清，我现在模拟它落下，它落下的时候会是这样，这个角度花卵是会咬的，然后我们再知道，这鱼好干扰，这鱼一直想要吃我的木箱，好下去，然后看它跳动，拍得到吗？拍得到它，但是鱼在旁边很干扰。吃啊！我要找一个没有鱼的地方。抽，它会左右跳动，收一点线，它会这样子跳动。这个目的只是要吸引它来攻击，落下的时候才是它会攻击的时候。这个是主要的要点，大家一定要知道。再来就是反复刚刚我说的这些动作，你们就有非常高的几率可以中鱼了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钓点这里现在流水不太对，所以这边可能不太会有鱼。等一下我们去外面试一下，我再做一个总结。好，第一个要点，饵要沉底。白天的话，对，当然也有浮水的，这个另外谈。沉底之后，你的线松掉就是到底，到底之后收至线跳动，跳动的话左右手一起这样子跳，这里抵住跳，这样会比较轻松，2到3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收至线卷2圈，收一下。对，收几圈那个要看你卷线器的速度啊。像我们这个就是快一点的话，可能2圈，有一些可能要3圈到4圈，有一些可能更快，可是只要1圈。再更进阶一点点，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，花枝只会在底部，所以我们只要钓花枝的话，就是在底部跳2下，落到底，一定要保持在底部，你们才有机会中花枝。那软丝的话没有一定，软丝是全养成，对他喜欢跳大一点，有时候喜欢跳小一点，软丝就是比较不一样。那再来就是等我们中鱼吧，不然就是来看我们中过鱼的影片。好，拜拜。介绍完毕。哇，中鱼！小花枝，好小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锁港，对，这离我们民宿非常近的地方，在澎湖钓花卵最好的季节。很多人都以为夏天比较好钓，没有，其实是秋天、春天还有冬天。大家都说，风不是很大吗？可是其实这里有很多顺风场都可以钓。然后像是这种天气的话，其实是适合新手来钓的。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线的状况，然后鱼咬的状况。哎，这样子看得出来是你哦，太黑哦。我们客人啊，哦，是哦，对，他是不是钓小板？中了，小只的，这什么？小管吗？啊，小软丝。小软丝哦，你果然是软丝王哎，好漂亮哦！软丝的吃饵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。又要看你操作了。看我操作。来第一个放水。啊。软丝真的长得好漂亮，好漂亮啊！给他一个镜头。拍张照啊！好，这边很大只，我就不认真拍了。哇shit！ 拍照！这个时候才要拍照，为什么现在喷水？你拍完照了，你才在喷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的手。他刚刚明明就很乖啊！好，谢谢。你要捞网吗？应该是不用。你可以起来吗？花枝还软丝？哇，你真的是软丝王哎！我不要啊，我不要啊！好，我借你过来。哦。哇，你今天跟墨汁很有缘哎，还好你今天穿黑色哎，不然回去可能会吵架哦。帮我姐，我要绞杀他。要被绞杀了哦，处死刑哦！你喷成这样，